来了，谁呀？妈，大美啊，进来吧，门关上。这今天怎么想到上我家来了？妈，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事儿的。我就知道你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什么事儿说吧。妈，你看这小宝啊，明年就该上小学了。我跟小白的意思呢，就是想在城里面买一套学区房，然后离他上学近，方便照顾他。可是我们买房子，现在首付还差5万块钱，我们想找你借点儿。什么？我说的呢，这不来就不来了，这一来就是借钱来了，还张口就是5万块钱，你真的是狮子大张口啊！这我在家连个工作都没有，我上哪给你弄5万块钱去？妈，我们知道你手里面有钱，你这退休金呢，不是都存了有10几万了吗？你就先拿出来让我们用一下，我们以后会还给你的。呀，弄半天想打我退休金的主意啊！我告诉你，我那退休金啊是养老的，谁也动不了。你们想买房子，自己想办法去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那我们买房子还不是为了小宝好吗？这小宝再怎么说也是你的大孙子啊，你不得为他着想一下吗？你这个做奶奶的，你难道不想为他尽份力吗？还我这个做奶奶的尽力，我做奶奶又怎么了？那你还是做妈的呢？该买房子本来就是你这做妈的该买的。妈，我知道这是我的责任，可我现在不是也走投无路了吗？我们实在是拿不出来钱了，就差这5万了，你就帮帮我们吧。你哪那么多废话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没有，我不借，你还在啰嗦什么呀？你有空在我这儿啰嗦，你还不如到别的地方再想办法借借呢。妈，你怎么这么无情呢？这小白再怎么说都是你儿子，你难道就看着他为钱发愁而袖手旁观吗？别给我说那么多，什么儿子不儿子的，任何人都别想打我养老金的主意。妈，我求你了，我们会还给你的。行了行了，你去找别人借，你就跟别人说我会还给你的，别人一定会借给你的，别在这浪费时间。妈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别在我跟前晃悠，看我的心眼。找我借钱，门都没有。小白，大梅，以后这个房子就真正的属于咱们了。是啊。来，哎呀，这一进来就有家的感觉。虽然啊这是个2手房，不过感觉也挺好的。那当然了，不管是新房还是2手房，总归啊，它都是咱们的。对呀，以后啊咱们在这儿住啊就方便多了。是啊，当初咱们买房子不就为了图个小宝上学方便吗？这下可就方便多了，这学校离咱们这也不远。对，哎对了，大梅，我有个事儿忘了问你了，你当初买这房子的时候不是缺5万吗？你找我妈借，我妈没借给你啊，这后来你哪来的钱呀？小白，我提起你妈我就生气，我跟你妈好说歹说说了那么半天，她都不肯借给咱们，我就跑去我娘家跟我娘家妈借的。原来是这样，大美，这我妈做的的确不地道，这还是你妈好。等哪天我有时间了，我去登门拜访，就谢谢他们。行，行了，别说了，这房间啊都还没来得及收拾呢，我们去收拾收拾吧。行，走。谁呀？来啦！妈，儿子，你怎么找来了？我听说了，打听了好几个人才知道你们买的房子在这呢。哎呀，真不错呀这。哎呀，别说，这房子真不错。妈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沙发叶软和。儿子，瞧你这话说的，这我儿子买房子了，我是做妈的，不应该来看看？行。对了，
给我打扫一个房间啊！我不走了，我在这儿多住一段时间。妈，你不是过来看看吗？怎么还住下了呀？哎呀，等我来看看之前，我也没想到这房子那么好啊！我一看那么好，我就不想走了，所以啊，给妈找一个大房间，我要多住一段时间。哎呀，妈，你能不能别闹了呀？你住什么住呀？谁跟你闹了呀，儿子？这你买的房子，这妈住2天都不行啊？妈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这当初我们买房子的时候，大美去给你借钱，你怎么说没有啊？我记得你退休金10几万了嘛，你为什么不拿出来呀？我那是养老呢，儿子，这妈没借给他钱，这不是房子也照样买成了吗？妈，买是买成了，但是大美啊，厚着脸皮回娘家找他妈借的。他妈是什么条件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就那样，人家拿出来5万块钱呢，而你呢，你也是我妈，你是怎么做的呀？妈，你说你还好意思住这儿？现在大美啊，提到你就来气。哎呀，儿子，你管他找谁借的呢？借过来不就行了吗？还他生气，他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哎呀，沙发真好。妈，这个房子买的时候，大美啊拿了大头，我只拿了几万块钱。这个你住不住这儿，那应该是大美说了算。儿子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她既然嫁给你，什么她的你的呀，这都是咱们家的。妈，你这是不是不讲理啊？什么叫不讲理呀？这我在我儿子家住这又怎么了？这怎么还跟你讲上了？我是不是说不动你啊？你说我干嘛呀？你是不是长大翅膀硬了这？啊，妈在你家住2天都不行了？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不跟你说了。对了，给我安排一个大房间，我把你的，叫你姨、叫你舅都过来看看。这好不容易买一个大房子，才能好好炫耀炫耀。喂，哎呀，大姐啊，你不知道，这我儿子啊买了一个大房子，可好了呢。房间又暖和，我听说里边有什么？哦，对，有暖气。咱老家又冷，你说你就过来上我儿子这边来过冬，咱们俩我让我儿子给我准备了一个大房间，到时候咱们住一间屋。行，就这么说了啊。好嘞。哎，我来给你舅打一个。妈，你这打电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我儿子买房子了，这亲戚不要通知啊？这么大的事情，这是高兴的事儿。妈，这房子可是我们的，不是你的。你让那些亲戚过来，是不是得经过我的同意啊？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什么你们的呀？这是我儿子的，我儿子的就是我的。这我请他姨请他舅过来庆祝，怎么了？还不行啦？你现在知道他是你儿子了。当初我们说要买房的时候，那首付就差了5万块钱，找你去借，你手里面有钱都不肯借给我们，还说什么儿子不儿子的都无所谓，只要是动你的钱谁都不行。这话可是你说的。我说的又怎么了？这就算我没借给你们钱，这房子不照样也买成了吗？还翻那也旧账干嘛呀？我看你啊，就是小肚鸡肠。我小肚鸡肠。小白，你倒说句话呀。妈，我觉得你还是走吧。儿子，你这怎么了？娶了媳妇不要娘了是不是？啊，刚买一个房子就把妈往外面赶啊？你够了！你口口声声说你是他妈，他是你儿子，可是你为他做了什么？我们结婚的时候，那彩礼都是小白自己赚的，再加上我们结过婚之后，那房子你也没给我们盖呀，也是家里的老房子而已。是啊，妈，大美说的没错。自从你把我养大之后，你什么事都想着你自己，从来没想过我。妈，我觉得你挺自私的。就是，你别说我们了，就连小宝，自从我们有了小宝之后，你这个当奶奶的，你帮我们看过一天吗？不管我们上班挣钱有多辛苦，你从来都是袖手旁观。合着你们俩人合起伙来在说我是吧？还指责我呢？我容易吗我？啊，小白他爸走得早，我把他拉扯那么大，把他拉扯成年，都已经够对得起他了。怎么着啊？现在大了，有本事了，现在开始说到我了，还说我不给你带孩子，我都一把年龄了，
让我给你带什么孩子呀？我还能活几个年头啊？我当然要为我自己着想了。妈，你要为你自己着想，我们没有意见。不过我们也要为自己着想，为我们自己打算了。你知道，我们这房子也是只是付了首付，每个月还得还房贷，我们还要小宝要上学的学费，还要照顾他，这些生活开支已经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。你再住进我们家，无非就是给我们徒增累赘，所以我们不建议你住在我们这里。行行，儿子，你是不是也和他一样想法？对，妈，你还是走吧。你们行，就当我养了一个白人了，不让我住是吧？我还不稀罕呢，我不住。行了，大美，我妈已经走了，别生气了。你放心，我永远跟你站一块儿。小白，我也不是意思说以后咱们就不管妈了，只不过我现在这心里面这个坎儿还过不去，等过几天我气消了，咱们有时间就回去看看吧。行。嗯。